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带回家22个冠军，和沉香同款破万，极简林地为何如此野蛮？破万已经成为了一个刻画了酷套二季的著名剧作的名字。之前的雨纱季，大家都觉得谷昌最值得一提的巅峰就是9999。出乎意料的是，当任加伦迪利热巴出手时，这出戏在几段长长的转播中就登上了榜单的第1名。从年初到现在，为了实现这一成就，舞台已经完成了6笔惊人的交易。其中，除了像大鲨鱼季这样的春天的主打，还有像沉香如鲠在喉这样的人，在上网之前就有望成为节目的王者。沉香的进展让很多人期待女主杨紫和男主成毅的交融。就总体商业价值和信息而言，支持该剧的基本面调查量就足够了。此外，樱原与燕丹的浪漫故事在清凉的夏日更是吸引了无数路人和围观群众。有了同期的星寒和苍兰诀的强项助力，这场信息战只会更加激烈。沉香如出一辙，从道具的底层交易到结尾后的沉香情侣3层变种的发展。尽管该节目是空降的，但该节目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推进和后期交易。凭借惊人的情节和明智的活动，沉香慕如废材成为家喻户晓的公理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 ，Minimal Woodland 已成为当今的主要情绪，在整个舞台存在期间突破1万。它的好处就像沉香木一样，但有点独特。勇敢的女人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工作设置根据实际艺人调整，屏幕外业务适当。相似的一点是，2部剧中的勇敢女性都是众所周知的小花旦。严丹和杨紫就不用多说了，一上台就火爆询问，小明星们的更迭硕果累累。2年引爆2部剧集，目前都是 S 级剧作。投射的话，严丹当时可能不是他最好的选择。不过幸运的是，在加入聚会之后，他彻底认清了这个人。严丹清纯善良，不管他有没有被姐姐和影灯骚扰，都被关押了。在得知姐姐的抱怨后，他很快责备自己不够谨慎。意识到头顶上他的处境很糟糕，他作为一个邪恶的存在落到了地球上。然后他才发现头顶有不便，急忙回去帮助应远。他挖心救人，结果什么都没有要求。初期他容易上当受骗，后期注定是不幸和绝望的。杨紫一直很擅长破译这样一个小姐姐的工作，更何况虞书欣，不管被嘲的人是不是性格相近，她那独特的嗓音都充满了愤慨。无论如何，从初级功能到罂粟花，每一个都受到人群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她是著名的日光型角色，不断的确定对个人和事物很友善，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一点点能力，带着一丝秀气。这4个焦点加在一起，所描绘的人物无论如何都令人愉快。就业务而言，无论是开放现场访问，还是推进戏剧表演，良好而甜蜜的业务足以使情感戏剧化。Minimal Timberland 处理了外观不安和鸟类打捞紧张2种思想，组建组织得当。另一个巨大的好处是，最小林地在感情基础上，在剧情上做了2个思考。一个是后来的主线，通过连接男性和女性角色来拯救危险的生物。庄宇和虞美人作为热爱自然的人，在早期剧集中，他们提到了他们对生物和植物的崇拜，以及他们对人们故意采摘和狩猎的哀叹。这是他们加入警察并一起抓捕游戏经销商的基本部分，这与习惯性的情感戏剧化相比是独一无二的。一是根据冠军的观点，他在学校的视障无所畏惧，进入大众后那种莫名其妙的不适应感，都是化妆品造成的。我在洞穴里打了盹，我考虑的首要事情是我醒来是为了清理我的化妆品，只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被羞辱的样子。他已经被外表的紧张迷惑了很长时间，待会儿才知道。顺便说一句，面对没有化妆品的自我，当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这是虞书欣在一次会议上提到的。有2个标题需要拓宽，并且该系列并没有被暂停的所有专项。自诞生以来，连续多次登上舞台日冠军头衔。大家都在追求这么强的 Minimal Timberland 吗？02长相思8杨紫罗公主感悟前人，重回先祖。
苍玄将小六和景从牢中带走。两人换了衣服，整装待发。17身穿天蓝衣，宽衣阔袖，青衣加睫毛，玉冠发髻，木鞋，行如烟飞衣，10位明月未深，流水未嫁。佣人们见他们的眼珠子都直了，小六眼睛都移不开了。小六对镜的诱惑大概是有些激昂了，景被害羞的不自然地盯着一张，却见小六的眼神，径直走了过去。小六打趣道：“难怪有女人坚持练50年，求你看一眼涂山二皇子，你这回回去只会被美女抱。”17听到这话，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小六误会他，眼睛深情地盯着小六，忙解释道：“我不看。”小六心里甜如蜜，脸上却是滴着水，假装不耐烦地转过头，故作生气：“你看不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小六依旧抗拒与高姓王的会面。从地牢出来后，他一直在努力掩饰自己的紧张，而17温柔地告诉他，他会一直在他身边，陪伴是最长的告白，只要他愿意，他都会遵守，无所畏惧地站在他身边。晚上，君君召见他，17带着他进了大殿，顾不得别人的眼光。高辛王让他吃晚饭，吃饱喝足，直接大饱口福。小六不懂宫廷规矩，一口喝下是从手上的水洗手，是从一脸不敢置信。轩依旧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但看到师父关心的问候和窥探的爱好，他不得不怀疑，这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妹妹。不过高辛王大师并不打算马上认出他，他想认的时候会告诉你的。小六絮絮叨叨地告诉高辛王，他最喜欢的就是钱，还不如在钱山上打滚。翌日，华英殿前，一枚一枚的实心铜币堆积如山，那金光闪闪的，是他父亲对逍遥的深情。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六的脚好了，天气又热了，小六坐在阴凉处，让17去取一个小玉瓜给自己吃。阿念就是这样来这里吐槽的。阿念私自绑架了小六，将他带进了海章殿，但他对清水针绑架小六并猥亵小六怀恨在心。他想惩罚他，小六非但没有低头，还挑衅道：“你的杯又香又软，值得一摸，死在牡丹花下，做鬼才好。”也是一笔意外之财。阿念大怒，想先杀了他，先杀了他。17正好此时回来，听到大厅内传来鞭刑的声音，他想冲进去，却被门外活活拦住。阿念的生母静安太子知道了，也赶了过来。小六听说了传闻中的君皇有一座金屋藏着自己的情妇，更加宠爱这位贵妃。弱水三千，只取一勺。小六缓缓抬头看向贵妃，电闪雷鸣。那一刻，小六看到了记忆中的母亲，他的心墙瞬间崩塌，泪流满面，拼命挣扎着要跳进母亲的怀抱。小六的举动吓坏了贵妃，她看着他就像一条疯狗一样，颇具讽刺意味。小六嘴里一直在呜咽，喉咙里想出声，却像是被噎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小妖只是想问问妈妈，为什么抛弃他？他怎么不来接他？他为什么不要我？10万个理由占据了逍遥的脑袋。当他的表弟和高辛王赶到的时候，轩瞬间确定了他就是逍遥。他也像个疯子一样冲进人群，推开小六身上的锁链，抱抱安慰他：“小瑶，小瑶，她不是阿姨，只是长得像而已。小瑶，我是大哥，你一定要叫我一声兄弟。”03，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能够让球滚动起来。公司的首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公司第1季极限挑战中，6位嘉宾每当有人生日时，都会在社交媒体上送上祝福，尤其是孙红雷，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人。张艺兴生日当天，孙红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幸生日快乐，愿爱永远与你同在。”张艺兴回复道：“收到了红雷哥哥的爱又反弹了，我的爱也会一直陪伴哥哥。”除了一起录制综艺节目外，孙红雷和张艺兴还合作过电视剧《好先生》和《暴风雨的天气》，两人对电子游戏的理解非常好。彼此，荧幕上孙红雷经常被视为硬汉，没想到他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很用心的人，每年都会想起好友的生日。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虽然只有8个字，但感情真挚。张艺兴也感谢了黄渤的祝福。
公司是公司董事会成员。黄渤真的把张艺兴当弟弟了，一有机会就会想起他。张艺兴一直称黄渤为渤哥，兄弟情维持得非常好。除了孙红雷和黄渤，王迅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庆祝张艺兴的生日。王迅的愿望更加真实，他晒出了自己和张艺兴的合影，祝张艺兴生日快乐。他还希望张艺兴保重身体，不要太辛苦。王迅对张艺兴也很好。在录制《极限挑战》的过程中，当路人对张艺兴说了些不愉快的话时，王迅也为张艺兴站出来了。虽然黄磊先生和另一位嘉宾没有通过社交媒体给张艺兴庆祝生日，但相信他们私下里一定是给张艺兴送上了生日祝福。当年录制综艺的时候，张艺兴年纪比较小，几个哥哥都非常照顾他。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能联系在一起，兄弟情真让人羡慕。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